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7月2号星期四。这几天的黄金呢又在暴涨。黄金呢，实际上经过我的预测下一个目标呢是$2000一盎司。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那么国际的黄金的价格大涨。其实是在6月30号的时候呢，已经这个好坏参半的经济数据呢，还有疫情重新燃起的担忧之下。那么黄金期货的合约呢，它曾经到达过$1800一盎司，创下了2011年9月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黄金的期货主力合约呢，在第二季度上涨了近13%，达到了12.8%，这是2016年以来一个季度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此外呢，现货黄金呢，也在当天呢，它涨到了$1780一盎司，连续刷到了8年的高位。那么分析是这么认为的在疫情开始之前，金价呢已经进入了上升通道，那么疫情加速了这个趋势。那么黄金呢，今年以来的表现呢，其实呢是和疫情是无关的，新冠疫情呢只是加剧了潜在的弱点，实际的利率低迷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元走弱，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在当季大幅的上涨。那么二季度美元的指数下跌了1.7%。那么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呢，在人们意识到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之前，那么黄金呢，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上涨通道之中。那么全球上个季度对于新冠疫情的反应呢，是历史性的。各国的政府呢，都是豪掷数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呢，黄金就成为了深受投资者追捧的避险资产。那么金价呢，为什么我说$2000是下一个目标呢？因为当前的背景下呢，不少机构他们也是认为金价呢还有上升的空间。那么预计在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前呢，金价呢将会在$1800到$2000之间。具体说呢，就是说如果拜登当选总统，那么金价呢就会突破了$2000，因为投资者就担心美国的未来政策呢不确定。那么如果是川普连任的话，那么黄金市场呢就可能短暂的下跌。那么以当前的价格呢，或者略低于当前的价格交易。所以总体来看呢，由于疫情、失业率、美元走软和债务负担等的不确定的性依然存在。那么未来24个月就2年内，那么金价预期呢有可能超过$3000一盎司。那么历史是告诉我们经过政府和美联储干预和救助以后呢，金价就有可能翻倍，就像2008年到2011年那时候一样。从1984年的11月份有记录开始到了2011年的8月22号，黄金期货它的结算价曾经达到过$1891。目前呢，市场上多家的主流的投行呢，也都预测未来几个月的金价呢要创下历史的新高。那么高盛呢，他认为未来3个月、6个月、12个月，他们可能调到了$1800、$1900和$2000。此前他的预测呢，只是$1600、$1650和$1800。所以美国银行呢也发布报告说，如果金价继续突破它的关键的阻力位，那么在今年年底，金价就有可能打破美元的记录。那么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呢，也是近期他上调了未来3个月的金价预期，他们也认为是会达到$1825以上，并且预计2021年的时候呢，将会突破$2000的关口。因为什么？现在有3个核心因素呢是没有变的。黄金价格呢，未来是可以期望它往上涨。目前呢，黄金进入熊市的条件有没有呢？有3个情况。第一，地缘紧张的情况如果彻底缓解，那么全球的疫情彻底逆转，市场出现对美联储紧缩政策的预期，那么黄金就可能变下跌了。但是长期而言呢，目前为止这3大条件呢还处在于早期，所以黄金的牛市目前也相应的处在早期阶段。那么对于美国联储局的政策这一条呢，那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黄金价格直降就存在着一个很强的关联性。那么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知道美联储就用了3个月时间，就把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暴增了3万亿美元，达到了7万亿美元以上的水平。那么预计呢，美联储可能会把资产负债表继续扩大到10万亿美元。那么这就意味着黄金的价格就会达到$4000的水平。所以联邦政府它实施这种口罩的强制令呢，
不仅可以降低新冠病毒每天的增加率，而且还可以挽救美国经济，而不会让额外的这个封锁呢，使国内的生产总值减少5%。那么现在呢，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口罩和新冠病毒和健康和经济成果之间的关联性。他们发现了如果你覆盖了面部，具有可观可计量的结果。那么他们发现口罩的确能够带来比较佳的防范新冠病毒的效果。那么基本估计是发布全国强制令就可以戴口罩的这个百分比呢提高15%，并可以将确诊的病例的每天的增加率呢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纽约市我们知道各行各业在疫情过后逐渐复工了。那么为了保护员工和顾客，减少病毒通过飞沫传染的风险，那么能够阻隔飞沫的这种塑胶板，成为了疫情之后的一个商机。在曼哈顿的苏荷区呢，就是有这个华人他生产的这个塑胶隔板。那么花了几天时间呢，他们设计出了一个简单又具有保护效果的防飞沫隔板。相对于以前的零星的需求呢，这个公司一天就能卖20到30个隔板。那么这个公司以前呢，他们之前主要是为了建筑艺术行业来做展示板的。那么在纽约市经营了50多年以后呢，他们现在市场上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的生机，那就是市场对于防止飞沫喷溅的隔板的需求大增。所以目前的它设计出来的防飞沫的隔板，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在华人超市、洋人超市，大量的各种商店、各种柜台上面出现，而且在各种比如赌场在这个群居的地方呢，每个人之间呢，或者是垂直方向，或者是水平方向，隔离人和人。那么这种飞沫的隔板呢，它本身就强调的是什么呢？支撑力啦、稳定度啦，而且是容易组装。那么当下虽然纽约市只开放了第2到第3阶段，但是呢，美甲业呢还不允许开放。但是目前为止，在康州和在上周，那么又出现了一些美甲业这个复苏的迹象。但是呢，美甲业的这个营业额呢锐减了75%。在康州的美甲协会的负责人他们在康州经营的是美甲店。那么这些美甲店呢，目前为止都陆陆续续在6月17号左右开业了。但是开业以后呢，到美甲店的生意到底怎么样呢？那么根据这个华人的这个老板讲他们说开业的头2周呢，顾客扎堆预约，员工上班要加班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但是接近2周以后，顾客量突然锐减75%。不少顾客呢，就因为失业或者担心染疫等原因呢，减少了做指甲的量，从1周1次呢，就减成1月1次。那么也面临着招不到员工的难题。那员工住在纽约呢，需要或者居家避疫照看孩子，也怕在上班的时间呢把病毒带回家。所以现在美甲店的老板呢，他们担心的是说他们已经在防疫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确实保证员工的安全。那么复工的时候呢，还请了这个卫生局的官员呢到现场进行指导，并且审查是不是符合开业的标准。所以在美甲店里呢，现在摆放有美国本地产的消毒液啦、免洗洗手液啦，店内的人士呢都戴口罩啦。那么和顾客之间呢也加装了透明的隔板。那么指甲锉呢都是一次性的，剪刀呢、金属工具呢使用后呢都是统一的使用牙医诊所用的这个高压消毒。美甲过程中用到的毛巾，按照这个卫生局的要求呢，用洗衣液清洗消毒，但是为了提升安全性呢，还会使用漂白水进行消毒。美国航空公司呢，他们从7月1号开始就是开始进行满载顾客的飞行了。那么规定戴口罩，但是没有社交距离。CDC 呢，他们表示非常失望，但是航空公司他们诡辩说飞机上保持社交距离呢根本就不可能。那么 CDC 的这个局长他叫做 Robert 的 Redfield， 在参议院听证会回答参议员桑德斯提的这个问题时，他说，美航26号宣告的满载航行的办法呢 ，CDC 呢正在积极检讨。那么这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不对的信息。那么在9月30号之前，现在是根据美航的反应，每当这个班机定位客满的时候呢，他就会通知乘客。那么如果愿意改班机，就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过呢，路线变更增加的机票费差额呢，那么由乘客来付。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亚利桑那州、德州、佛州、奥克拉荷马州，他们这些州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诊断率飞快上升。
增加了很多呀。那么航空公司呢就纷纷保证说呀，说你这个乘客安全和机组的安全呢，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根据达美啊、西南啊、捷兰啊、边疆这个航空公司呢，他们还是采取限制满座的政策。那么联合航空呢，他们不限制定位，但是满座的时候呢，会通知乘客是不是愿意更改航班。美航也是这样的。那么根据这个美航的规定啊，那么上机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脸部的防护，那么加强清洗消毒，起飞前检查每一个人是不是有新冠病状等等防疫措施。但是科学界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说这个冠状病毒会通过飞沫传染，也可能留在座位和餐盘上。拥挤的机舱呢是病毒传播的温床。那么航空业者呢，他为了生存辩解说，在飞机上啊，他实施的社交距离是不可能的。那么会员呢，包括美航、联航的美国航空公司，它的介绍说啊，在飞机上啊，你不可能像在超市、杂货店让客人排队入场，保持距离的。那么如果那么航空公司他们觉得载客的飞行不安全，我们就不会载客飞行。那么我们采取非常的措施呢，紧密的配合工位官员的指示，那就是让乘客健康安全。美航较早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把中间的座位啊空出一半，那么隔离的乘客，达美、捷兰、西南，他们则空出了所有中间的位置。那么根据美国健康新闻网站啊，在这个接受这个电视采访的时候呢，那么川普对主持人他透露说啊，他最近在吃一种药物，叫做天才的药。又吃药了啊，川普，这种药让他时刻保持清醒，而且是智商爆棚，并且哪怕工作了10几个小时，丝毫不会感到疲惫啊，让我们感到很惊诧啊。川普又吃什么药了？川普坐在椅子上非常骄傲地说啊，他说他的大脑现在比任何时刻都清晰，做事情的时候呢，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非常饱满。那是不是应该给拜登也吃一点呢？那么他说这些状态呢，都归功于他最近在吃的一种药物。那么大脑就像一块肌肉，对吧？你必须得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锻炼再加锻炼，但是锻炼是一回事，那有些具有辅助药物的这个疗效的药呢也很重要。川普又提出来他又吃药了，上次吃的是羟利喹，现在吃的什么药呢？那么主持人问他说，那你究竟吃的什么药呢？那么川普就回答说，他说是最近新兴的一种天才药，叫做 ST180，是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的耐力。这种药物是市场上任何药物都不可比拟的。川普又变成了代药王，又开始进行了销售了。川普还透露说啊，他这种药物是一个哈佛的团队啊，他们研制制作而成了。那么10年前，大学就组建了一个叫做神经科学家团队，并致力于研究一种大脑补品，也就是所谓的药物。他们就让那么一个人在吃下这种补品以后呢，能够毫不费力地提高智商，而且也能永远都不会感到疲倦。我怎么感到一些恐怖呢？7年以后，哈佛大学研究出了药物，不过当时呢，这种药物只能提高智商，并不能集中注意力，所以团队呢继续把药物进行改良。如今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团队呢，终于让最初的药物能够既集中注意力，也能提高智商。所以罕见的，川普说呢，终于他出现了又玩的一种哀兵之计。昨天也谈过，他说他选不上了。那么川普呢，罕见的承认说可能会输掉总统大选。那么拜登可千万别上当。川普还说呢，拜登将成为你们的总统，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我。那么也许是这样一位一贯雄心勃勃、信心百倍的总统，性格突然就变成2个人一样，难道出现了什么事情呢？不过看到了挺川普的网站也出现了这种文章呢，那么这种消息可能是8、9不离十。那么作为一直公平评判的我呢，感到唏嘘不已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很难搞啊，很难管理。那可是为什么川普这么沮丧呢？事实上，现在离选举还是有很长时间，4、5个月呢。鹿死谁手呢？现在不可以断然下结论，谁也不敢下赌注。我们知道现在最近拜登的民调领先稳定在10%以上，所以川普灰心。不过历史上川普也说过希拉里也有可能成为出色的美国总统，说不定他搞的又是调虎离山计，加上哀兵之计，读了孙子兵法读太多了，来杀一个回马枪，专门干掉拜登拜瞌睡。那么当时希拉里的领先比拜登领先2倍还不止啊。同一时间呢，那个 Sleeping Joe 现在领先了13%，那么当时希拉里是领先30%啊。
所以川普不应该把民调当回事。但是川普从来就是聪明过人，他绝不会无事生非，情况不好他一定会有预感。当然了，他这2次造势呢，这个活动力不足。第一次在俄克拉荷马活动的时候大事不妙，注册的人多，准备了场外讲演搭架子，实际人少，让他大失所望。那么第一次遭遇了滑铁卢呢，他的心里就如同打翻了5味瓶，泪水在眼眶里面翻转。那么新冠的形势不断恶化，让川普心灰意冷，不是他曾经想象的那种轻轻的来轻轻的去了，现在还在不断的蔓延，似乎是无可阻挡。他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来自于古老中国的东西还被共产党人轻易的就搞定了。那么新冠再次崛起，可能使他估计到了疫情的恶化，造成精心盘算的经济重启计划即将落空，而且直接影响了投票人的心理取向。所以川普的心已经死了吗？博尔顿的书又来了，带来了负面影响。尽管不如预期那么震撼，但是手下的人呢，一个个都已经心不在焉，巴不得尽早离开。想到自己马上成为孤家寡人，川普的失落感肯定是很多呀。最后一个烦心事儿，那就是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他轰轰烈烈的，让他魂不守舍。确实一贯安定的美国，他为什么就成了一国州呢？西雅图还成立了什么巴黎公社啊？虽然西雅图的公社已经被收复了，经过差不多1个世纪的强大了，一个坚强而具有弹性的民族，美国是不是开始衰落了呢？尽管我们假设新冠病毒不是中国人制造的，但是呢，它比任何一个炸弹还要厉害。美国已经有了超过了260万的感染者，还有10几万牺牲了，而且不断上升的病例数目呢，使川普总统的造势活动呢屡屡受阻。不戴口罩还有挨批评，今天川普决定说戴口罩很好看。现在美国的极左极右两派势不两立，黑人运动呢也卷入了泥坑。即使拜登不怎么样，但是民心所向呢，只要这个不是个稻草人，那么理论上说就应该赢得大选。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川普总统先生，你要为了美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啊，你知道，我们知道你每天很早起床，呕心沥血，辛勤操劳，而且没有钱拿，一切是免费的为人民服务。但是呢，其实本着你的精神，本着你的努力，应该再投你一票。那么当然了，这个抗疫行动也有一些好消息。那么虽然感染的人数继续增多，但是死亡率越来越少，全都拜托瑞德西韦。那么现在呢，川普集中精力拼股市啊，拼经济恢复。今天又说决定要把第2轮的纾困支票呢，这个数目不够，还继续往上加。所以呢，他呢，真正的是在考虑美国的未来和美国人民的福祉。不过川普总统呢，其实他还是挺有办法的。他其实相信自己的实力。拜登呢，可能又是一个希拉里，最后还可能是手下败将啊。民主党呢，真是很奇怪，他找什么人不好？这么多后起之秀，为什么找了个拜登？当然，我们知道川普没有透露他吃了这种神秘的药有没有获得 FDA 的批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清楚。那么他吃药用来作为代药王，是不是合适，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根据美国现在这种发展的情况如果股市在未来那么在下半年它只要不往下跌，那么大量的甚至包括再一轮的纾困的这个支票，如果蜂拥而出，那么很可能就在11月之前把股市顶过3万点，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当然了，这个病毒很可能会永远长时间的伴随着美国人，感染的人数继续增加，死亡的人数继续增加，但是很可能全美国的民众已经没有感觉了。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数字，而最关心的还是到底中国的合同还签不签，新的第2阶段、第3阶段的这个贸易协定还签不签，还要不要加税？那么难道川普又忘了吗？当川普现在每天辛辛苦苦的12点半睡觉，每天5点钟起床发推，从来没有见过
在美国历史上一个这么勤劳的总统，一分钱没拿，辛勤工作，天天被人骂，推特治国，退群大王，伤害盟友，交好普京，得罪中国，这就是伟大的川普总统还没有到4年的任期内，为美国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派 TV，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